前2天呢，在我们朋友圈啊，有人发了那么一段视频，就说自己也是工作也非常辛苦，到什么程度呢？每天加班啊，几乎都要到晚上10点以后，还经常的后半夜才能回家。那么他这段视频发出了之后呢，引起了很多在职场打拼的人的共鸣。有的人就说，你这个不是最辛苦的，就哪怕你加班到天亮都算不上最辛苦。什么叫最辛苦呢？就是你每天呢这么认真的干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牺牲了休息时间，结果呢，第2天领导上班啊，表扬的不是你，最后加薪没有你的份儿，升职也没有你的份儿。什么人把你这个位置抢去了呢？那些下班比你早啊，干活比你少，但是在老板领导面前说话比你巧的人，他们把这个机会夺走了。比如说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？那怨你自个儿啊。为什么呢？有人就说你呀不会哭穷。这个哭穷这个词啊，我当时一听我都觉得新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词儿似乎离我们现在挺远。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啊，听家长经常说某某亲戚呢哭穷。哭穷过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说明明自己日子呀没过那么惨啊，但是在亲戚朋友面前的讲，哎呀我过不下去了，这月买菜钱都没了，这孩子上学都没钱呢。希望通过这个呢博得他人的同情，获得帮助。就在过去，这个叫哭穷，给人感觉呢好像这个有点心机，而且还活得挺窝囊，就不是什么好词儿。可是在现代职场里边，哭穷这俩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什么变化？哭穷在现代职场里指的是呢，你要在恰当的时机让领导知道你的难处，了解你的能力，明白你的辛苦，进而在领导和老板呢获取更多的资源，给自己获得更多有利的工作条件，甚至个人明显的利益好处。这个叫哭穷。咱们很多在职场打拼朋友也知道这个事儿很重要，所以有的人呢起早贪黑的干活，最后发现好事没轮到自个儿，所以他也想在领导面前哭穷。结果在领导面前一说自个儿难处，领导认为你这是在争风吃醋，你这是在给个人利益做打算，你这格局不大。结果把你气的没长没料的，把这对公司的怨气一股脑都发泄出来，结果跟老板的关系弄得很僵，最后一来气我跳槽吧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。那换个地方怎么样？发现这公司也有比我会哭穷的，我在这公司还不得烟抽，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。所以我们这一期良知节目给大家解决一个什么问题？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利用哭穷，给自己争取利益，给自己争取职业上升的空间。就说哭穷这俩字是极有技术含量。都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殊不知这还是咕咕坠地的过时必备技能。面对当下残酷的竞争环境，穷可不再是你想哭就能哭的，以至于眼泪也越发值钱的一批，有没有？那对于哭穷，首先应该具备哪些必备插件？究竟该怎么哭才能给自己争取利益最大化？这哭的力道又该掌握几分，才能不为领导嫌弃脸？本期良知给不会哭穷只会干哑巴活的你打个样，告诉你男人哭吧不是罪。那么今天老梁要给大伙说的呢，哭穷有这么重要的3步。第一步，要让领导知道你的长处，知道你的能力。第2步呢，是让领导知道你的难处。第3步呢，得让领导知道你的格局。说白了，就是要用恰当的方式，让领导能够接受的方式，让他明白你的长处和难处。首先咱们说第一点这个基础很重要，就是让领导知道你的长处。这里头呢有2层意思。什么叫知道你的长处呢？第一个，你得有长处。假如你的工作能力简直一无是处，那这就没办法了，你哭穷是没有用的，因为领导只会重视有能力的、对他有用的员工，这样的员工哭穷，领导才会重视。你没能力，你一无是处，
这就谈不上了。所以它的基础是，首先你得有长处，第二个呢，得让领导知道，后一个就太重要了。这就我们生活当中说，人干活啊，不能干哑巴活。你干完了费力挺大劲，身边人没人说你好，老板领导也不知道，你活白干了。我们不是说是干完一件事就得表功，但是问题呢，你付出多与少，总得让领导和老板知道。有的人说我这就相信天道酬勤，我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哎，这个你要咱们把人生啊给他拉满喽，你这条是实用的。就说我过个10年、20年、30年、50年，我这份辛苦大家早晚得知道。可是问题，现代社会跟过去不一样。过去咱们一上班，在一个单位一待，甚至待一辈子，那你好与坏其实不用着急表达，早晚大伙会看到你的长处闪光点在哪儿。但我们现在这个职场不是这样，你可能在一个公司里边啊，短了几个月，长了也就几年，然后你就跳槽了，就走了。所以你在这个公司里付出，如果你现在不让大家知道，那今后可能永远就没有机会知道。所以我们说哭穷的作用就在这儿。第一，你有长处；第二，得要领导知道。如果不让领导知道，老板不知道，你这活跟白干一样。我举个例子，你像《红楼梦》里边，咱们说这个贾府上这些丫鬟，你喜欢谁的？咱们大多数人看完《红楼梦》都挺喜欢晴雯的。哎，你看那没多少城府啊，一片天真烂漫，对宝玉你也是真有感情，而且人呢又冰雪聪明，很性情。可问题是，我们喜欢晴雯没用啊，他想在大观园混得好啊，得他的老板领导喜欢的。谁是他直系领导呢？宝玉他妈王夫人。可这王夫人呢，不怎么喜欢晴雯。这固然的跟晴雯性子比较冲有直接关系，但是很主要一点，晴雯付出那么多努力，王夫人没看到，也不知道。你看《红楼梦》第52回，哎，说那么一个事儿，叫晴雯并补雀金裘。雀金裘呢，是用这个孔雀金线织的一个斗篷，据说是俄罗斯织的。在这件宝贝呢，老太太贾母啊，把它给了宝玉。还说我是大孙子，穿着这个多漂亮啊！结果呢，宝玉啊上身头一天就惹了祸了。这雀金裘呢，后屁股这儿啊，让宝玉一不小心给烧个窟窿。这烧窟窿这事没人知道，这还好办。关键是你今晚烧的，第二天上午，贾母和王夫人就指定宝玉，你得穿着雀金裘干嘛呢？参加你舅舅的生日 party。你得穿这身去。老太太点了，我要我孙子穿这个。你说这个穿出去后屁股露窟窿，这不让人笑话吗？这等于宝玉惹祸了。所以这个事儿呢，他身边的丫鬟也知道，不能提这事儿。那怎么办呢？他的丫鬟麝月呀，就拿着这件雀金裘啊，就到外头找什么呢？女红师傅啊、裁缝啊、织补匠啊，是高手，你们能不能把这给补上？结果满城的这些匠人谁也没敢接这活，为啥呀？怕给补坏了，担不起这责任。这东西多贵重，是什么咱都不知道呢，没人敢接。这个时候晴雯知道了，说你拿来给我吧。这会儿晴雯什么状态呢？发高烧，重感冒，就起不来床了头。晴雯说这东西我知道是孔雀金线织的，咱们府上有孔雀金线吗？说有。这个得特殊的手艺，晴雯呢冰雪聪明，她会这手艺。这个手艺贾府上下还没人会，就她能把这东西治好了。所以强撑着病体呀，把这雀金裘拿过来，一针一线呢，就在病榻上给补上了。到什么程度呢？熬夜且不说了，补个3-5针呢，就得趴枕头上喘会气，就得喝口水。为啥？这高烧咱们大伙都说体力不支，结果晴雯一直补到天亮，算秒这雀金裘啊补得完好无损。接下来针线一扔，趴那就睡着了，你要得累成什么样？第二天宝玉穿着这补好的雀金裘，大放光彩，都说这衣服好看，没人看出来破了个洞补上的。就说晴雯的手艺可以说盖世无双。那么这么大个功劳，王夫人不知道，为啥不知道呢？没人敢告诉她。你要有人说出来是晴雯呢熬了一宿，说熬什么呢？补雀金裘了。雀金裘怎么了？让宝玉烧个窟窿。这个小畜生就等于告了宝玉的状了。
所以这个事儿呢，不能让王夫人知道，知道的人也不敢说。所以晴雯等于干了个哑巴活，付出这么大的努力，他为什么干这活？对宝玉是真有感情，可这些事儿他得直接领导，王夫人全不知道，就是活白干了。最后来你看呢，大观园上下的丫鬟婆子都涨工资了，唯独晴雯没涨。晴雯自己还挺天真，这说不定啊，夫人看我勤谨，从宫中每月支出2两银子单给我的，你看她在还在做梦的。其实王夫人到后来对晴雯已经不感冒了，认为这丫头一天就能惹事儿，也没什么用。所以后来我们也知道晴雯呢，因为得了病了之后呢，就等于给撵出大观园了。最后宝玉呢探晴雯，很凄惨的一段故事，就晴雯最终也没得善终。所以《红楼梦》判词里说他这个心比天高，谁为下贱，风流灵巧惹人怨，受邀多引诽谤声，多情公子空前念。他为什么有这样结局呢？这里头我们说他不会哭穷，不知道把自己干的活让老板领导知道了解，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原因。所以我们拿晴雯这例子做个负面教材，你就知道这活不是非干到表面上，但是也不能把它闷到骨里头，谁也不知道，尤其你领导你老板不知道，你白干了。那么说我们怎么能让领导知道我的长处我的能力在哪儿呢？这里头呢有2条道。第一条道呢，就是如果你是个很机灵的人，能看得出眉眼高低，能摆平各种各样的环境的，那你就用第一招。第一招什么呢？恰当时机表现自己。怎么叫恰当时机表现自己？咱举一个水浒里头例子水浒呢，花荣这会儿就那个小李广神箭手花荣，他们上梁山。上梁山的时候呢，他身边的人那会儿是宋江还没到梁山，梁山是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、林冲这一伙人。有人就跟朝天王说了，小李广花荣剑法厉害呀，随身带着弓箭，赶上呢有俩帅哥也不怎么俩人就打起来了。谁呢？小温侯吕方、赛仁贵郭盛。这赛仁贵郭盛就是后来郭靖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郭靖他老祖宗。这俩人打架呢，他俩都使方天画戟。打着打着呢，方天画戟上边他不有那个装饰品呢，挺好看的穗吗？叫豹尾彩笛。这俩穗搅到一块儿，这兵刃就摘不开了。那为了劝架，这时候呢，小李广花荣从这经过，我来吧。离着挺远，搭弓射箭，一箭过去，歘，把豹尾彩笛射断，俩人的方天画戟分开。这手艺非常惊艳，这有点像当年吕布为救刘备辕门射戟那一箭。则把这说完呢，晁盖也没当回事。你这跟我讲故事呢，哪有这么神呢？但又不好直说，含糊厉害厉害厉害。什么时候见识花兄弟的剑法？其实这就是说片汤话了，他不信。花荣跟晁盖喝酒，一看晁盖这个态度，心里头一凉，说朝天王不相信我的剑法，怎么办呢？吃完饭，酒也喝差不多了。晁盖说：“众位弟兄，跟着我看看梁山风景吧。其实就是散步，消化消化，醒酒。”往外走的时候，就在山上转悠，天空中飞了一行大雁。花荣一看机会来了，转身呢，向手底人要过弓箭，然后把大伙儿停住，各位您看我，刚才呢酒席宴前呢，我看朝天王说呀，我这能耐那能耐，天王不担心。那好，借着酒劲呢，给大伙助兴。天空一行大雁飞过来，我要射这行大雁里的第3只那个大雁的脑袋。我要射不中，您各位别笑话我，献丑。这帮人一听都乐了。一行大雁你射第3只，这么高这么远能射中不错，还射中他脑袋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？花荣二话没说，弯弓搭箭，扑噜，就看第3只大雁果然应声而落。这时候梁山小喽啰跑过去，把这大雁捡起来，呈到朝天王面前。大家一看，这箭整整贯穿了第3只大雁的脑袋。这下子上下都惊住了，真厉害，花兄弟太厉害了。这事儿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？第二天有好汉上山了，晁盖得主持咱排座次吧，这谁排前谁排后
结果花荣坐哪儿呢？坐林冲旁边，排梁山伯第5把交椅。您可别小瞧这第5把，原来的排行是什么呢？晁盖老大啊，智多星吴用老二，入云龙公孙胜老三，排第4豹头林冲。为什么？人家80万禁军教头有军官被剿。排第5的赤发鬼刘唐，这人大伙不陌生啊，因为当初石碣村劫生辰纲的时候，刘唐就是死党啊，那是梁山创业元老啊，公司创始人之一。结果花荣一来，贴着林冲做了第5把交椅，把刘唐都给挤下不去了。你可以见他在这个时候一箭射中第3只大雁的脑袋，对晁盖的印象都有多深。就说在恰当的时机表现自己，而且花荣这种表现，人家我明目，我不是单独的，我是给大伙助兴。您看我这个啊，说白了，表现自己长处能力的时机抓得非常好。这就是我们说的要在恰当的时机表现自己长处啊。有的人说呢，我可不行，我就怕这事儿，见着老板跟耗子见猫似的，而这一跟领导说话我就哆嗦，你指着人钱我往上抢，我可不是那人，我脸皮薄，我不好意思。好，如果你要是这种性格人也不要紧，我再教你第2招，就除了恰当时机表现自己之外，你要干嘛？很简单，做好请示汇报。任何一个公司，任何一个单位，恐怕你员工都要向老板和领导定期的请示汇报吧，就讲讲你的工作状况啊，进度到哪儿了，如何呀？你一定要在这上下功夫，把这个事儿做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请示汇报可能是面认的人呐，为数不多的直接接触老板领导机会，你要把这个抓紧。而且请示汇报呢，特别考验一个人呢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以及他的表达这方面的能力。你给领导请示汇报书，你能不说清楚吗？成破利害，事情发展源头脉络，你怎么解决？所以你把功夫下到这上，领导一下就知道你的能力在哪。你就像三国里边，也要说这个周瑜周公解难为这个诸葛亮，那你是3天以内给我弄了10万支箭。假如这时候刘备是老板，问诸葛亮，你给我汇报一下吧，这活你怎么接的？你怎么弄啊？诸葛亮说，这个老板，我是准备这么，哎，我弄草船，我趁夜往曹营，他一射箭，我两边一受力，把这箭就带回来10万支有余。整个自个儿的策划方案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确确。你说刘备能不佩服诸葛亮？嘿，我这下级有能力，有点办法啊。就说你不用在别的上下功夫，你把请示汇报这文章做足了，老板自然就知道你的能力，因为请示汇报就是工作，这跟老板的利益密切相关，他一定会非常重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是个笨嘴拙舌的，不愿意那种表面上啊往前抢的，你要不是这样人，你就做好请示汇报。所以我说让老板知道你的长处，这里边我刚才说了2个要点，第一个，关键时刻抓住机会表现自己，第2个，做好请示汇报。但是这2个呢，它不是分开的啊，如果你要把这2件事同时能做好，那是最好不过的。所以哭穷，我们说第一步，让领导知道你的长处。那么第2步呢，是让领导知道你的难处。很多人觉得这不可理解，说一般这个老板领导来视察来检查我工作，说我都得看到我干得好啊，那我这有一堆难处问题，我还怎么在老板面前表现自己？这个您就想多了，因为老板他要看自己公司出现什么问题，这个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呢一个劲儿的粉饰太平，各方面都好，把问题掩盖住了，老板不会喜欢，那是跟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。所以你怎么能适当的把自己的难处展示出来？在这方面哭穷，他也是老板重视你的一个方面。你看咱们再拿《红楼梦》举例子，有一次贾母呢，老太太呀，至尊无上的领导老板视察大观园，说看看呐，你们各位这个小姐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啊？先视察到林黛玉这潇湘馆，一看这里边不错，家具摆的都挺好，都很上档次，都实木家具啊，那年头也没别的家具啊。看了一圈，说这个黛玉这不错啊，不用给加什么。离开了，然后再去宝玉那怡红院，一看更漂亮，这不知道谁还送些西洋的这物件，这是故座钟还在这呢。老太太说这我都没有，甭看了，咱再换下一角。来到宝钗的恒芜院，
到这里，贾母一看，眼泪快掉下来。怎么是这姑娘怎么平常这么过日子？屋里头呢，简单的家具，再加一套茶具，再摆着2盆菊花梅花什么的，没别的了，别无长物。《红楼梦》里怎么写的？叫如雪洞一般。啥叫雪洞？爱斯基摩人在北极圈里搭那个雪屋子，就说屋里头啥也没有，如雪洞一般。哎呦，这贾母一看挺难受，这是哪成啊？这姑娘不能这么过日子。来，把自个儿的石头盆景给搬过来，又抬了2封砂桌瓶，又送她一个非常上档次的叫墨烟冻石鼎，一个摆设。而且一看这床上这用品也太次了，来给她换水墨画的白绫帐子。这东西平常贾母都舍不得用，有的宝玉他们都没见过。结果这一趟下来呢，反而你说宝钗缺钱吗？她并不缺钱，她只是呢，贾母来的时候呢，她要展示一下自个儿生活多朴素，不是浪费的人。结果贾母一看，哟，你过得挺难，那我得照顾照顾你。说白了，激起了领导和老板对你的保护欲，所以反而宝钗是这次视察大观园的最大受益者，就是你恰当的把难处摆给领导看，对你没有坏处。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啊，在我们这个职场当中啊，就如果您要是有这机会把自己难处展示给领导看，尤其是和工作相关的，领导和老板会高兴的。所以就只要是跟工作相关的哭穷，你在恰当的时候展示出来，领导都是愿意帮你解决的，因为这是实际问题。而且呢，领导要认可你这人，他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解决问题。他这是个有能力的人，他能干好事，那我应该给他创造条件。这个对老板和领导利益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。所以我说，要在这个时候让领导看到你的难处，绝不是粉饰太平，我这什么都好，结果最后毛病真出来了，你控制不住了，你到这个时候领导老板肯定会责怪你。所以哭穷要哭到点上，要哭到时间节点上。前面我们说要让领导了解你的长处，这个时候得让领导老板知道你的难处。如果你的难处长时间隐瞒不报的话，恐怕最后倒霉的是你，老板对你不会有好看法。所以哭穷的第2步，要让老板知道你的难处。那么这2件事做好了，还要特别注意第3点，要让领导和老板知道你的格局。什么叫格局？就我哭穷啊，我不是光为了我不是为了自己啊争风吃醋争宠啊，或者争点个人利益，我有大局观。我哭穷完全是为了我们这个团队，我们这集体好。所以这涉及到一个哭穷的格局，你不要让领导老板瞧低你，认为你就这点小急眼，还认为你这个是个心急男啊心急女。那么说这方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格局呢？我再举个例子啊，唐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位状元，还是太子的老师，他就是哭穷的格局太低了，把自己的前程都断送了。这个人叫薛令之，他是唐玄宗的太子李亨的老师帝师，李亨就后来的唐肃宗，接唐玄宗班的。这个薛令之呢，那个时候感觉自个很憋屈，为什么呢？晚唐时期呀，这个政治环境不好，这太子李亨周边危机四伏，他不大得烟愁，那相应的太子旁边这跟班的也不得烟愁。这薛令之啊，待遇条件也挺低，而且政治上呢也觉得挺憋屈。哎呦，这么一天呢，这薛令之吃完早饭呢，心里很感慨。那你说我作为一个壮伟，活成这个样子，这天天这个吃饭都吃得太次了，而且这个也没机会伸展自己才华。其实对他来说，那肯定吃饭这事是小，而最后这有施展自己才华抱负的机会，这个伟大。可他这事儿呢，情绪一上来呢，用了一种方式哭穷。干嘛呢？在白墙上题诗。人都知道过去这文人墨客喜欢用这个方式抒发自己感情，他就在墙上题了一首诗，其实是哭穷。这诗名叫什么呢？叫自悼，就自个儿悼念自个儿，你听着就挺丧气的。怎么写着呢？叫朝日上团团，照见先生盘，盘中何所有？木须长栏杆，饭色时难晚，更夕煮一宽。只可谋朝夕，何由饱岁寒。他做了这么诗，
你可别看这个诗，这诗里这意思情绪大了。什么意思？就说早晨起来吃早饭，这太阳都照到我这饭盘子上了。入盘里有啥呀？木须长栏杆。什么木须？不是说木须肉，说鸡蛋。木须绒草，就说我这净吃这素食了。现在这木须有多喂牲口啊？我这清汤寡水的，说我现在这点待遇不足以呀，让我这个一辈子能够安安稳稳，就能管个朝夕的事儿。所以他写出这个来呢，发泄内心不满。倒霉倒霉，他这哭穷啊！赶上下午，唐玄宗李隆基呀，到这太子这视察了，一下看了墙上这有诗了，一看薛令之写的。唐玄宗也有文化，挺来气啊！你写这个跟我哭穷，把笔拿来，刷刷点点在后边。唐玄宗也写首诗，写什么呢？叫啄木鸟具长，凤凰羽毛短。若嫌松桂寒，任足桑榆暖。这我得给大伙解释解释，什么叫啄木嘴具长啊？凤凰羽毛短，就啄木鸟啊，在唐朝时候不是个好鸟。唐朝人认为呢，他叭叭叭就把那树给弄开，是有法术。这是啄木鸟呢，不是好鸟。说啄木鸟那嘴长啊，就意思这个人呐，嘴刁好传话，嘴不好。啄木嘴具长，凤凰羽毛短，是你看是凤凰，人的毛就短。这若嫌松桂寒，任独桑榆暖。说你要嫌着我这大树松树桂树这比较凉，那呀，你到那矮树上去，到那地方去趴着去，那地方暖和。言外之意就是你薛令之嘴太刁，乱发牢骚，影响安定团结，你就是维稳对象啊！我得收拾你，你要这儿待不了，你滚，你要哪去哪去。薛令之也是明白人啊，一看皇上提这首诗，哎呦，我怎么好意思待？卷铺盖，回老家务农去。到后来，这李亨上位，成为唐肃宗，想把自个儿老师接过来，一打听，死老家了。你就说，哭穷没哭好，显得格局小，一下子把前程连命都断送了。一对比呢，有一位哭穷既巧妙，格局还大，谁呢？东方朔。现在很多这个说相声的奉东方朔为祖师爷，为什么？东方朔善于用幽默滑稽的方式表达自己想法，很巧妙。这是《汉书》里说了东方朔哭穷的一个事儿。东方朔呢，刚进宫的时候呢，汉武帝也给他安排一个位置，叫司马门待诏。就说，宫里头外边有层门叫司马门，待诏是什么呢？其实就跟站着当保安差不多，但是你还得处理群众上访。群众来信上书，你这接着。他的俸禄很低，一天呢给一小袋小米，一个月给240个大钱儿。所以这东方朔吃都吃不饱，他挺能吃。他我怎么哭穷呢？直接见皇上吗？级别太低，没有理由你没法见皇上。他想了个特损的办法，也很有意思。汉武帝在宫里边呢养了一群侏儒，说白了他的弄臣，这看着你给我唱着歌跳跳舞取乐。这东方朔就把这侏儒叫他跟前一帮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听说了，皇上要杀你们啊！为什么杀我们呢？你看你们不能打仗，不能治理天下，浪费宫里的钱财和饭，你这下去你们酒囊饭袋。这汉武帝肯定不干呐，时间长皇上认为你没用，就得杀你嘛。把这帮侏儒吓坏了，东方先生，我们怎么办才好？我告诉你，一会儿皇上车从这过，你们就上去拦车喊冤，皇上我们冤的。把这情况我说的告诉皇上。好，这些侏儒也真听话，让东王朔忽悠的就把汉武帝车给拦下了。一说这事儿，汉武帝看怎么哭成这样，怎么回事？一说东王朔，嘿，汉武帝气坏了，谁造屌？谁说这要杀你们？把东王朔给我叫，就把东方朔叫他跟前，问怎么回事。东王朔哭痛跪下了，皇上啊，我跟您说说我心里话，我说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，我就痛快痛快了。到这些侏儒身长不过3尺，一天呢也给一袋小米，一个月也给240大钱。我东方朔堂堂男儿身长7尺，一天也是一袋小米，一个月也240个大钱。这点粮食，3尺长的侏儒每天吃的撑得慌，而我饿得前心贴后心，我觉得这不公平。皇上您认为我对国家有用，那是我的荣幸，你要认我没用您把我官罢了我没福分伺候您，我回家务农，我先吃个饱饭再说。你看这盘哭穷，
汉武帝听得哈哈大笑，为啥？他合理。东王朔没说自个儿困难的不行了，我怎么着，我受不了路人，而是呢把自己放到对国家有用这个位置上。我到这来是给你干活，我有用，可是你给我这点饭我吃不饱，我怎么能以有为之身给皇上效力呢？所以他把这哭穷的格局放到家国的位置上，我是为你效力的，也不能就这个待遇。所以汉武帝你一听，他表达的很巧妙，行了，但我也不能多给你钱，坏规矩，正着吧，给你提职吧，把你由司马门代诏提成金马门代诏，金马门就离皇上近了，待遇就上来了。后来东方朔蹭就升官了。所以我说这个你要明白，这就是哭穷得哭出格局来，不能在个人小算盘里来回打转，你得想方把个人利益和公司的整体利益能够拴到一块儿，这样的哭穷领导才重视。所以今天你看咱们良知节目给大伙讲了哭穷分这几步，第一步呢要让领导知道你长处，第二步呢要让领导明白你的难处，第三步呢要显得你哭穷的格局很高。其实这一点大家记住，如果领导认可你这人，如果领导拿你这工作当回事，认为你有用，他一定会想办法去解决你这问题，因为他帮你解决问题，事实上也对他的工作很有利，对他的利益很有好处，大家是捆绑到一块儿的。所以要放心大胆的哭穷，只要你的格局够高，表达方式够巧妙，不要让人难以接受，那么哭穷已应用好了，就会使你的职场空间充满着无穷的变化，你就会越走越顺。